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为作恶，不该死。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，谢雪晨？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穆玄灵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是啊，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但今日那一刻，我的牵念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给我一碟点心，几壶好酒，等我吃饱喝足，你便杀了我吧。谢雪晨，我让你杀！不许离，我不许你死。你不许我死，我也会死。物尽其用这一点，你确实该向陛下博学一学。谢雪晨，你走吧。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时，你是来杀我的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谢雪晨，我没有机会和你去看真正的人间了。念宋元咒，驱逐赤影。
灵儿，师傅没有骗你吧？我说过，1个月之内不回暗域，你的魔气就会撕裂你的身体。你入人界已有半月，反噬开始了。灵儿，就趁今日，协助赤影夺到混沌珠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。人间不值得留恋。人族踩着他族的尸身血肉，构筑辉煌，他们永远不知满足，不知自省。人族才是万恶之首，根本就不该存在。记住，完成任务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，你才能活。我亚宇，我亚宇，穆姑娘，穆姑娘。高术士，谁敢再念一句言咒，他就没命。穆玄灵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哼！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。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。你们眼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奇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玄灵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傅来帮帮你。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玄灵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。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颖石所回放的必是真的。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什么？
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奇袭庄，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，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。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司部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那天的事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不稳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流影。但流影石的确做不了假。看到了吧？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晨。你这妖女，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！石影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只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结界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云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雍雪城弟子护阵。是。雍雪城弟子崔南淼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王正护阵，雍雪城弟子，雍雪城弟子巅峰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。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
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雍雪城弟子穆雪令护阵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雪令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谢雪晨。灵儿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下不了手，为师帮你做个了断，不好吗？你方才并非被暗族附身。是你自己对人族有疑，对仙盟有恨，才会受不住魔音的蛊惑，入魔为我所控。你应该也听到了，当年那日，谢雪晨是被暗族附身，所以你心心念念10年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恨。能够让你强大，恨能够让你在暗域活下去。那真正的大哥哥呢？那夜之后他去了哪里？暗域10年，我从未见过他。暗族身毁，重归虚空海，重新化形出世之日未可知，或明日、后日。亦或是100年、1000年，你该有些耐心，灵儿。为了他，你也该回到暗域来。你犹豫了。因谢雪晨而犹豫，所以方才你即便知道谢雪晨不是那个人，你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。荒唐！如何活，该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即便是你，也没有资格替我决定。灵儿，你说出这番话，师父会伤心的。你的心，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死在你断臂那时。我要去走我自己的路。
即便那是条死路，是。那便滚吧。她是桑奇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。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气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一回便有第二回。桑奇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。 谢城主，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伪作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，便不算行恶。那死去的法剑尊者该向谁讨还公道？素公主是一指穆玄灵，还是一指我？高盟主之事，你当有个交代。 高凤许之事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高凤许，他活该。穆玄灵，10年前，桑奇西庄之夜，我就在明月山庄为奴，是高凤许先要杀了我，那暗族为了救我才杀了他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堂堂仙盟盟主怎会针对你一个灵奴？ 你们以为高凤雪是什么好东西？她身为仙盟盟主，平日里带头欺压凌虐灵族，看似高风亮节，实则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、残忍无情的卑劣之徒。桑奇西庄之夜，她杀红了眼，看我是个灵族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我。那暗族看不惯她欺凌弱小。 才出手相助，又有何错？穆玄灵，你凭什么污蔑我爹？你与他相处实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呢？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装什么父慈女孝？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。穆玄灵，二位，高盟主之事，谁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吵是没有用的。 是吧？不错，高盟主已逝10年，这生命之事不该轻易被言语左右。若说谢城主有错，也只是一时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之过。可这暗族向来难防，否则便不会连法剑尊者。 是吧？谢城主又以一己之力挡下了金丹自爆，救下了我们在座和半城的人。那这功过之间又如何评判呢？高盟主之事可容日后再议。眼下该论的是，这暗域圣女该如何处置啊？ 将穆玄灵禁锢法力，囚禁于冰封地牢之中。如何处置，容后再议。谢城主，我说，容后再议。那么想他，但为什么偏偏不是他？雪晨，仙盟。
师兄，法剑尊者修为深厚无比，你拿元神之力硬扛他的自爆，当真是不要命了。有君天分担一半的自爆之力，我死不了。若是没有君天在，你早已当场毙命。许愿，我受伤之事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怕丧气吐血。法剑的自爆之力，已经将柱塔撞出了裂缝，混沌柱不能有事。只有我无恙，丧气才会忌惮。也只有你无恙，仙盟才会忌惮，你才能保住木仙灵，对吗？方才在正气厅，各派野人想置木玄灵于死地，若不是城主强撑着伤势震慑住众人，那木玄灵已被他们当场诛杀。但眼下，也只能先将他关入牢中。他为作恶，不该死。可他身体已经出现了异样。我为他把过脉，他体内魔气异动，时刻都在撕扯着他的经脉。他的灵窍受损，我也不确定他能扛到几时。最后半月，竟连半点阳光也碰不得，凭什么我才不要享了阴沟蓝区里苟活的树叶？谢城主，你不该来此的。为何会如此？小伤罢了，和你那些伤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。如今手环已碎，你也别想再把我的伤口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谢雪晨。不瞒你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
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为作恶，不该死。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谢雪晨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穆玄灵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是啊，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但今日那一刻，我的牵念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给我一碟点心，几壶好酒，等我吃饱喝足，你便杀了我吧。谢雪晨，我让你杀了。穆雪灵，我不许你死。你不许我死，我也会死。物尽其用这一点，你确实该向陛下学一学。谢雪晨，你走吧。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时，你是来杀我的。我会让你死的。谢雪晨，我没有机会和你去看真正的人间了。这结界是摆设吗？怎么你也能进啊？这冰牢结界是专门用来困住你们这些囚徒的，我们这些正派人士当然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正派人士，那这位正派人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就算我要死，也轮不到你来行刑吧？穆玄灵，你这张嘴，有现在的这些状况，都是自找的。我们大小姐屈尊降贵来这冰牢之中，怕不只是为了羞辱我几句吧？
怎么，有事儿要问？是想问我桑琪有何计划，还是问我为何污蔑高凤许啊？我是想问你，桑琪是如何害死我母亲的？你母亲不是难产而死吗？和桑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虽然不知道素宁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出生的那一年，桑琪正在闭关，不可能跑出去害死你母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何必来找我呀？20年前，我还没有被桑琪收养，也是从别的暗族口中得知，当年桑琪身受重伤，断了一臂，闭关3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去人界的。桑琪曾断过一臂。高修士，你话问完没有？问完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穆玄灵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敌视？因为你们父女俩都一个样，对别人的恶，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你说话说清楚了，我哪里对你恶过？当年高高在上，处处欺辱灵族的不是你，桑琪来宫与我换衣，让我替死的不是你吗？他的演技，当年那个是你。你看吧，果然是忘了，我的命就这么贱。我没有忘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。是父亲不准我与灵奴亲近，我待谁好，他就会惩罚谁，所以我才对灵奴故意装作凶恶的。至于让你替死的事，是当时庄里厮杀的太严重，我在那儿吓傻了，都是长老们安排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等我要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带走了。穆玄灵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是，所有好处都是你得的，坏人都是别人当的，只有你纯洁无辜，我的大小姐。穆玄灵，高修士，谢城主有令，将穆姑娘暂时关押，任何人不得擅动私刑。我有对他做什么吗？我倒是要提醒南庄主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凭何护他？运秀山庄虽未在仙盟之中，但也不是一个小小金丹可以放肆的对象。好，看在你们运秀山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2人计较。又蠢又怂。这是因为魔气异动吗？嗯。我来帮你上药吧，伤口很快便会愈合，只是会有点痛哦。应该不会比魔气入体或者魔气逸散更痛了吧？这是生肌散，会加速伤口的愈合，只是会又痛又痒，像虫蚁噬咬一般。要不还是别治了吧？伤疤是灵族的勋章吗？那要不要试试辅肌散，能让你的勋章更华丽些？南庄主如此汪风霁月、高洁如莲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毒药？那自然是因为我并非是一个高洁如莲之人啊。运秀山庄的药果然是神奇。
好得这么快。你还有多久？半个月吧。所以啊，你劝劝谢雪晨吧，该杀就杀了我。即便你已经知道，他不是你的那个恩人，你还是会如此义无反顾。先前可能分不清，但在吃引爆金丹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有多恐惧。我怕天地间再无谢雪晨。除却当日的恩情，我想，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吧。不过我就要死了，这算不算客死他乡啊？还是算了，我的乡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他乡呢。若我带你离开，你可愿意？运秀山庄的药里自成一格，我可以助你淬体强身，抵御魔气。我的阵法亦是天下无双，可护你不被灵族、暗域或者仙盟中任何一人发现。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但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就会死，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就不改了。